书接上回，我们昨天讲到啊，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读了对郭文贵的起诉书，紧接着呢就轮到了辩方开始念他们的这个辩护词啊。那么郭文贵的律师呢，一共有4位啊。第一位呢是一个公共律师，所谓公共律师啊，就是美国政府啊给郭文贵派的一个律师，因为按照美国刑事诉讼的原则啊，那政府起诉你嘛，这是刑事诉讼嘛。那么呢，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没钱，有的人请得起律师，有人请不起律师。那请不起律师的人，可能就因为请不起律师，妨碍到他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当一个人申请的时候，美国政府会给他派一个律师，这就是公共律师啊。那么郭文贵呢，还有2个律师呢，是一个小律所的律师，还有一个律师呢，是一个中律所的律师啊，就4位啊。那在这4位律师中间呢，这个公共律师是不要钱的。那么小律所的那2个律师呢也比较便宜啊，那个中律所的律师呢相对比较贵一些。由此你可以看到，郭文贵在法庭上啊，走到法庭上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没什么钱了。他如果有钱的话，他不至于用到这种免费的公共律师啊。那么这个免费的公共律师啊，就在这个法庭刚开始进入庭审阶段打头阵，开始念这样的一个辩护词。他这个辩护词啊，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他说，首先呢，你别看人郭文贵有钱，是吧？人有游艇啊，有私人飞机啊，然后过着奢靡的生活，有豪宅啊。但是我告诉你，人家郭文贵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富豪，他就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你们这些没钱的人，包括你们陪审团这人呢，不要对一个人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啊，产生偏见。他一直都是这么有钱嘛，跟他今天受不受审，跟这个刑事案件之间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方面。还有第2个方面，郭文贵为什么来美国啊？是因为他受到了中共的迫害啊！当年中共在香港把他的资产没收了，他没办法了，跑到了美国呀。所以你要知道了吗？郭文贵成立的所有的公司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反对中共。他搞那爆料革命，搞那个各种各样的那组织，目的都是跟中共对着干。那中共对郭文贵恨得咬牙切齿啊，要想办法千方百计想要把他引渡回中国啊。所以他就讲到了，而我们对郭文贵来讲啊，不能把他当作普通人来看待，你要把他看作是一个对抗中共过程中间的一个英雄。然后紧接着他就讲到了，他说，你看现在这个检方陈述的这些内容啊，这些内容或许可能是真的，但是跟郭文贵先生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要补充一个信息啊，郭文贵这个人呢，其实也蛮狡猾的啊，因为毕竟是洗国大总统嘛，他在整个诈骗的过程中啊，他其实呢事先做了一些手脚，比如说所有的合同他都不签字，他本人是不签字，他有的让别人签字，有的是空着。其次呢，你比如说啊，那郭 TV 还有那个比如说喜马拉雅交易所啊，在这些组织里他是没有任何职务的，他既不是 CEO 也不是董事长，他就是一个形象代言人。当然实际上来讲，他是一个实际控制人啊，但是你在组织架构上来讲，他确确实实好像跟这些没有关系。让你过个手，让你去当出头人，出完头你滚，公司你拿走，1分钱没有，然后抓人的时候就抓他。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郭文贵没要你们1分钱，郭文贵身上没有来自战友身上1毛钱、1厘钱，没有一口水。就是你信就信，你不信就不信，他的本质就是黑社会。所以他的辩方律师就采取了这样一个策略，他就把这些现在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啊，都推到了别人身上。第一，推到了王艳平身上。王艳平跟美国政府之间不是达成了变速交易吗？你不是认罪了吗？你自己不已经承认你犯罪了吗？那就是你王艳平干的，跟郭文贵没关。第二，他那于建明他们的那个 CFO 就管钱的，他已经潜逃了到现在也没抓回来啊。那就往于建民身上推，所以这些东西跟郭文贵都没有关系。他的这个辩护律师的这个陈词啊，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啊。那双方啊这个陈述完之后啊，那法庭啊就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庭审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证人出庭阶段，也就是双方的证据之间相互交叉盘问。这个呢是美国的庭审啊过程中间最精彩的部分。这个过程中间啊，12个陪审团的人坐在旁边，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啊，这12个陪审团呢，在整个起诉的过程中，他是不能接触跟案件有关的信息的。有的管得严，就直接弄到酒店里头去了，都不让你看电视，也不让你看报纸，是吧？不让你看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信息，你就跟关监狱差不多。那么有的呢，虽然说啊没有这么严，但是也严格禁止你
了解跟这个案件有关的信息，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你陪审团所有的新证的形成都必须在法庭上，通过法庭的证人的质证以及双方陈述的证据本身，你形成自己的结论。那么这个呢，在法律就要称之为庭审中心主义，就是庭审之外的证据，就算有也不能影响你，其他的信息也不能影响你。那由此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交锋就变得至关重要啊。那么这里头我首先要讲一下，那么郭文贵作为犯罪嫌疑人呢，他其实是有权利作为证人出庭为自己辩护的。虽然他是犯罪嫌疑人是被起诉的对象但他可以在法庭上转换身份。但是在这次庭审的过程中，郭文贵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作为证人出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作为证人出庭他虽然可以给自己辩护，但他也带来了一个义务，他就必须接受对方辩护律师的盘问。那这个盘问可就比较惨了因为你盘问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宣誓，在法庭上宣誓，你作为证人，你必须要讲真话。如果你要讲假话，那有可能涉嫌伪证罪，有可能涉嫌藐视法庭，那要罪加一等所以郭文贵不敢所以郭文贵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他自己是没有作为证人出庭的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紧接着，那控辩双方就开始鱼贯而入，把自己的证人带上场整个35天的庭审过程中间，检方的证人一共是35位，而辩方的证人呢一共是9位那应该是这个过程非常精彩了美国的这个证人出庭过程中控辩双方的提问非常有技巧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些庭审记录这个庭审记录过程中间，控辩双方的律师提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是封闭式问题。什么叫封闭式问题呢？所谓封闭式问题，就是说对方只能回答是和不是，不会给你提开放式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年多大了，这就叫开放式提问。那你说50或者18，对不对？你今年是18岁吗？这就是一个封闭式问题。你说是或者不是。那么为什么说他们都要用封闭式提问呢？第一，他在证人不要求你在法上洋洋洒洒。第二，我提封闭式提问，就是这个内容已经被律师自己规定好了，然后律师通过不同的提问来界定这个证人可以回答问题的方向，最后影响这个陪审员的心证嘛。那在我看来，这检方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间，一共呈现了大概10几位证人最开始的2位证人呢都不是很重要，就是说这车的问题，就是说一开始上了一个 FBI 的这个探员，他那天在逮捕郭文贵的时候扣了一个兰博基尼，那辩方就攻击他，他说你能确定这个车是郭文贵的吗？郭文贵也很狡猾这车没有登记他的名下所以呢 FBI 的探员说那我不能确认那么紧接着那个控方呢就找来了一个兰博基尼的一个销售员，那最后他这个人出面证明什么呢？说这个车虽然不是登记在郭文贵名下，但是卖这个车的时候收款是收款在郭文贵的名下那辩方就开始攻击就开始问说你这车是二手车你从这个厂家进口的时候是60多万，你卖给他的时候卖89万，是不是加了20万？是不是加了20万？为什么呀？是不是这个车有收藏价值那他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郭文贵买这个车，人家不是为了开，是为了投资，是吧？就是这个意思说前几位的这种证人呢，都是小菜，都是开胃菜真正比较重磅的，我认为影响整个法庭最终裁决的有几位重要的证人，这里头我重点讲一下第一位呢，就是有一位叫做咖啡文乐的人，这个人姓周，这个人呢，他怎么说呢？他早年在中国的时候，他的家人包括他自己，文革期间也受害受迫害，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所以呢，你看控方找这个人呢，其实也是精心选择的。就郭文贵不是一开始都是在说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共吗？爆料革命吗？他选的这个证人也找了一个反共的，所以呢，那你在郭文贵你就不能在道德上占有优势了吗？说这个人呢，最开始是怎么上了郭文贵这贼船的呢？他就在 YouTube 上看郭文贵这个人直播郭文贵天天搞爆料革命然后说自己是个亿万富豪他就被打动了。因为郭文贵这个人口才确实是好有极具煽动性，所以呢他就受到了影响，而且他还加入进去成为了志愿者，给郭文贵他们剪视频、做直播做了一些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间，郭文贵不是开始忽悠他们吗？开始做投资吗？他就改这个 GTV 要投资，但是郭文贵当时搞这个 GTV 投资的时候呢，还
搞得挺聪明的，他搞饥饿营销啊，一个人投资啊，你必须是10万美金以上，你低于10万美金他还不要呢。所以当时这个咖啡文乐啊，他本身钱不够，只有3万美金，于是他就把这3万美金给了另外一个人，让那个人凑到10万美金以后，他们两个才做的这个投资。后来呢，他又在那个郭俱乐部里头投了7万美元，投了这7万美元就成为了那郭俱乐部的股东嘛，是吧？那么他作证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他说郭文贵当时骗他们呀，骗什么呢？说当时他要给那个法治基金捐款1亿美金，后来没有捐呢。而且郭文贵当时跟他讲说，郭 TV 现在估值已经20个亿了，等等啊，就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呢可能是经济状况不太好啊，他当时投资了郭俱乐部7万美元以后没多久啊，他就想要这个钱退回来，他不投了。不投的时候呢，当时那俱乐部就是给他让他填表，填了表之后呢，就石沉大海了，就不管他了。然后最后跟他说呢，要还可以给他什么？给他洗币，洗币当然就是郭文贵自己发行的货币了。而这个人连这个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账号都没有，他都不知道洗币是什么东西，就要给他还洗币，你想想吗？至此就不管他了。然后他最后没办法投诉啊，最后郭文贵全台封杀他，就所有新中国联邦的所有的平台都封杀了这个人。其他的战友们，别在那还有人说什么给法治基金捐钱了，我做啥了？low 不 low 啊？你贱不贱呢？谁让你捐钱了？法治基金郭文贵是最大捐款者，你给我说什么？我认识你吗？我是投资人，我是捐款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怎么跟你们都没关系了？那我的钱都是投在那个联盟农场的呀。意义多大？我相信你们不知道。很多战友就是因为有这种绝顶的聪明和智慧，加入了那个投资，那就牛了。我在那里投资25万美元，战友最起码1年翻个3、5番，3年涨上个10倍到20倍，5年上市，稳稳当当的50倍到100倍的增长。现在来找人了，都说不认识，都跟他们没关系。能不能把联系方式给我？小律师会找到，说话清楚。我老婆女儿都在那里生病，你们就这样。后来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个钱被退回来的呢？就是郭文贵被抓了以后，2023年的12月份，那美国的 SEC 后来不是扣押了郭文贵，罚了郭文贵很多钱吗？于是用这些钱清资给他还回去了一些，他最终呢一共是赔了大概是3万多块钱，大部分损失算是拿回来了啊。因为他的这个证词啊是非常重要的，他是第一个全面在各个环节里头给陪审团展示了郭文贵啊诈骗的整个路径的人。而且这个人本身就我说的背景也非常好，他自己也反共，然后呢一开始非常相信郭文贵，所以就给了陪审团建立起来一个最初的郭文贵诈骗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咖啡文乐啊，这个检方啊问完之后啊，那肯定辩方也要提问呢。那辩方提问的过程中间，那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漏洞了。在这里头就有比较有意思的桥段啊。要说这个咖啡文乐在面对辩方回答的时候，确实有些漏洞。当时辩方就问他，他说你当时那个喜马拉雅农场的借款合同啊，人家的合同里已经说好了，不经过你同意就可以自动延期，那你为什么不承认啊？那个咖啡文乐就说，他说当时呢，那个喜马拉雅农场那个领导给抓起来了，抓起来这合同不就作废了吗？那肯定不是，对不对？因为你抓起来之后组织还在嘛。那么当时呢，辩方律师就开始讽刺他，说你看到了吗？这是你的法律结论吗？那个咖啡文乐就说是法律结论。然后呢，那辩方律师还不依不饶，就说那你是哪个法学院毕业的呀？然后呢，底下那些那个我们不是讲了吗？每次庭审的时候，那喜马拉雅农场的，也包括那个这个新中国联邦的很多人都坐在那旁听啊，那明显是在讽刺咖啡文乐嘛。说底下就开始哄堂大笑啊，哈哈。然后呢，就是当时在庭审过程中，那新中国联邦不是每天都在搞直播吗？他出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讲，他说：“哎呀，今天这个郭文贵这方面的律师表现太好了，把那个咖啡文乐啊，当时弄得这个狼狈不堪啊。”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就是比较关注这些点。但殊不知呢，实际上啊，那后来那检方在重新追问这个咖啡文乐的时候啊，把事实基本都搞清楚了。他当时补的内容是什么呢？他紧接着就问这个咖啡文乐，说谁任命的农场领导？他说郭文贵。问谁任命铁血组成员？他说郭文贵。谁是农场的最高领导？他说郭文贵。谁是喜马拉雅最高的领导？郭文贵。你对 GTV 的理解基于谁的陈述？郭文贵。等等等等等，全是郭文贵。那你想想，这不就是凿实了吗？是吧？这是第一个证人啊。第二个证人呢，名字叫做木兰。这木兰是个化名，她是澳大利亚人，一个11岁女孩的母亲。
他呢是一个污点证人啊。所谓污点证人就是什么呢？他是犯罪集团的一部分，可能自己也做了一些不法的事情，但是警方为了起诉那个核心的犯罪分子，就跟他达成了一个交易，说你如果是作证的话，我就不起诉你了。所以这个木兰呢，当时是这个郭提威啊这个组织中间的一个会计，所以呢他知道很多秘密啊。他知道什么秘密呢？他在这个作证过程中间，最重要的是2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退款的。当时那个检方啊就问这个木兰说：“李女士，你在收到的农产借款中间有没有要求退款的？”那你想想，这很正常啊，因为有人投资之后发现不太对，就要求退款嘛。他说有。当成员要求退款时，你通常会怎么做？他说：“如果有人要求退款，我通常会报告给郭文贵，他会给我一些指示。为什么你要向郭文贵报告呢？因为这是他的投资项目啊。当你向郭文贵报告退款的时候，他会怎么回应呢？这取决于支持者的态度。如果正常的，我们会给他退款；如果公开批评他或者批评新中国联邦的，我们就不退款。如果一个要求退款的支持者批评了新中国联邦，谁告诉你不退款呢？郭文贵。是他本人还是通过中间人？他本人。那这一段的这个陈词就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证明了郭文贵就是整个他们这个郭提威，也包括农场借款过程中间最终的决策人。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了，整个这个退款也没有什么规则，就是想给谁退就给谁退，不想给谁退就不给谁退。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其实这里头有一段对话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辩方始终是在打一个郭文贵是中共迫害的受害人的角色。那么呢，检方呢就在这个过程中问这个木兰，就把这一层啊给他剥离掉。他说啊，李女士，说是如果郭文贵被中共针对是真的，这对于你对他的运动看法有什么影响吗？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对他迫害了，我也还是这个看法。为什么这不会改变你的看法？他说，即便被中共针对，也不能成为诈骗他人钱财的理由。我也被中共针对过，我也不会骗取任何人的钱呀，这是错误的。坐在这里的今天，你还相信郭文贵吗？当时他那个辩方律师提出反对，法官说你可以回答。这个木兰说，他说不，为什么不？他说因为整个运动就是一个骗局，他欺骗了我们，对我们撒谎，误导了我们。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段话对陪审团的影响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二个证人。跟谁伸手，我7个董事长都无私的，不要你任何东西，不要你任何投资，房钱都我自己付。你看这个战友，每次捐都是10万，不是11万2，11万2，捐了5次了。我说你再捐我给你急。他说7哥只要你一句话，我多了不能捐5亿美元，我现金。你不要老捐嘛。我要拿出我投资总额的1/33万元捐给法治基金。拿下他了吧，7哥拿下他了吧？这主动上钩了。你一定看到我的智慧。我说求求你不能再捐了，你不能主动找他。实际上7哥等得很着急，他得装作若无其事，还得谈条件，就像真的傻媳妇等汉子等了3年了，几乎腿都抓烂了，但是又不好意思，一主动喊快来进屋啊，是不是？你这也太骚了吧，是吧？你得装作是吧？一路过还得轻轻的，好像看不见的样子，是吧？这才你才能钓到鱼呀。第三个比较重要的证人叫哈里德。哈里德啊，原先是一个银行的高管啊，然后呢，后来就被郭文贵他们挖过来做什么呢？做一些这个法人呐、这些公司的这种构架。这个人呢特别有意思啊，他当时郭文贵给他们开的工资是1年35万美金，比那个花旗银行他原先的工作高了15万美金，他被高薪诱惑过来了嘛。但是他到这儿来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有问题，就发现这公司啊乱七八糟乱搞。首先这个办公地点就在一个联排别墅里，这还其次的，最重要的，他发现这公司里头啊，实际上做法都明显的具有违法的特征，所以这个哈里德啊就留了个心眼儿，他就把从2021年开始啊，他们内部的一些会议啊，他都偷偷摸摸录了音，这些录音呢，成为了整个诉讼过程中间检方起诉郭文贵啊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你比如说，他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啊，就有一天他们开会，这个会议呢有这个哈利德，有郭文贵，还有王艳平，还有郭文贵的一个助理啊，这几个人就在商量，说那个郭俱乐部啊搞了一批钱出来之后啊，他想郭文贵想把这钱给挪出去，挪到美国的境外1亿美金，
挪到美国境外之后，然后再转回到跟那个 GTV 相关的一个基金里头啊，用于挥霍啊。那王艳平啊，当时就有点担心，因为王艳平是这个项目的 CEO 嘛。他说：“你看这钱，按道理来讲，你这个郭俱乐部搞的钱，你应该给郭俱乐部服务啊。你现在你直接没有任何服务，直接就一下子全卷走，这件事如果要是被美国的监管机构发现的话，后果你是可以想象的啊。所以王艳平当时反对这种频繁的大额往出转，他就主张呢小额的往外转，就一次转个2000万美元。其实2000万美元也是很大一笔了。郭文贵当时呢就主张一次转5000万，赶紧转走。”双方不就发生冲突了吗？冲突的过程中，郭文贵就开始用河南话开始骂这个王艳平。他说：“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个贱货！”郭文贵大家都知道，跟王艳平他们之间是一个情人关系啊。但是情人虽然归情人，但骂人家是贱货，用河南话骂，那你想想，这是非常难听啊。那当时王艳平现场就给骂懵了。他说：“我不是贱货。”然后就是那语带娇羞啊，就整个这个过程全部被这个哈立德给录了下来。哈立德就说，当时郭文贵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还有东西被摔碎的那个样子。后来他赶到那办公室一看，电视机已经被砸坏了。那么这段录音在法庭放出来之后啊，那这个是爆炸性的，那对这个郭文贵的打击应该是极其巨大的。因为这个你要知道，郭文贵当时跟哈立德之间还有一些对话，也被哈立德给录下来了。就是郭文贵要求哈立德把这些钱转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且明确说美国的税比较高啊，转到什么维京群岛啊，什么这种免税天堂里去搞事情啊。所以后来这个哈立德呢就辞职了。他辞职了，他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他搞那个郭俱乐部啊，那个钱他自己提那个交易手续费2个点，最后那2个点的手续费一共提了270万美元。这270万美元呢，后来呢，他自己呢也被警察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这270万美元，他当时还想留下来，他认为他是合法收入，当然怎么可能留下来呢？最后也都被检方全部没收了，他自己买的房子也都拍卖了啊！所以这是对郭文贵致命的打击的一个证人啊，这是第3个。第4个证人呢，这个人叫杰西·布朗。这杰西·布朗啊，是那个喜马拉雅交易所的 CEO。这 CEO 呢也是一个搞虚拟货币的，这个人哥们儿也挺有意思的啊。他呢就被检方也是当做这种污点证人请来的，因为也是犯罪了嘛，你想想对不对？那么他呢在法庭上他就说，他说这个当时这个喜马拉雅交易所搞的这个洗币啊，这洗币在他看来就不是一个这个虚拟货币。为什么不是一个虚拟货币呢？说正儿八经的虚拟货币啊，它都必须在区块链上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位置，它的交易的那个过程啊本身都是公开化的，任何人都可以查得到。但是他到了这个喜马拉雅交易所，发现这洗币啊，实际上没有那个对应的内容，它就相当于一个积分。也就是说，大家拿钱买的这个洗币啊，这洗币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买了一个腾讯的 QQ 币，它既没有一个发行量的限制，同时呢，那腾讯想给它兑换就给它兑换，不想给它兑换就不给它兑换嘛。你想想，那这不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骗子嘛，是吧？他就论述了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呢，他还讲了，他当时呢，给他弄到那个维京群岛啊那个地方啊，让他注册公司。注册公司，他说每天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基本上也就是干个3-4个小时，然后呢，就平时其他的时间就去冲浪。然后呢，他就讲了，他的这个洗币呢，只在喜马拉雅交易所来交易，其他地方也不交易啊。然后呢，他整个那个内部的数据全都是一个内部的数据库里头，他自己作为洗币的 CEO 都没有权利查看。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一个骗局吗？是吧？然后后来这个检察官找到他以后，就问他，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这个于建明问这些内部的数据啊？”他说：“那我知道这个东西都是于建明的，都是郭文贵的，那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在他们财务出问题的时候，还从他们这个喜马拉雅交易所转出去了3700万美元，干什么呢？给郭文贵的女儿啊买这个游艇啊。那你想想。就是这么困难的时候，还把3700万美金给转出去了，是吧？这都是这个杰西·布朗做的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啊。我个人觉得，这检方的重要证人主要是这4位啊。这检方的证人出完之后啊，那么这辩方的证人就该出场了。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是悔过，马上就放。我说，我们2个人都被捕了。他的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
我自己我也叛变了。销售这样的凌辱，大家一定要。咱们应该把叛徒马上除掉。我去干掉他。同志们，叛徒是要除掉，最好今年夜里就行动。不行，没有船不行啊。在整个辩方的证人里头，最重要的一位就叫马吉斯格拉。这马吉斯格拉啊是个律师，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专家证人，号称啊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专家。然后郭文贵他们这一方面为了让他出庭啊，给了他7万美元的报酬啊，价码是不低的啊。所以他要在法庭上论证什么呢？论证此前的就是控方的这个污点证人说的不对。他上面他是论证什么呢？他说这虚拟货币啊不一定非得都在区块链上有，区块链上没有也可以，而且呢也不一定多个交易所啊都进行交易啊，只有一个交易所进行交易啊也可以。说白了就是想洗地嘛。结果呢，我觉得后来这个检方啊对这个马吉啊斯格拉的攻防啊极其精彩，基本上在法庭啊彻底把他打败了。所以这里面的攻防呢一些关键的细节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很有意思啊。那检方上来就问啊，他说你有没有喜马拉雅这个账户啊？他说没有。那你有没有买洗币或者洗美元呢？他说也没有。那紧接着这检方就问了，他说你有没有其他的加密货币呢？他说有。检方什么意思？他说你看到了吗？你其实说这个洗币很好，那你怎么没买呢？你怎么买其他的加密货币？你怎么不买这个呢？是吧？当然这还是小菜啊。紧接着就开始问其他更严峻的问题了啊。他说按照你的理解，他说加密货币只能在区块链上存在，对吗？他说这是你可以判断它是否是加密货币的方法，即你可以在区块链上看到它。他说如果你不能在这么一个公共区块链上看到一个代币，你就能确定它不是加密货币是吗？他说我的话不能这么理解，因为他如果这么回答的话，那你想想，你这洗币你在这个区块链上看不到嘛，那就证明它不是加密货币嘛，就是骗局嘛。那么检方接着就问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加密货币只能通过区块链存在，对吗？这是你刚才说的呀。紧接着这个专家就说，要想成为加密货币，它需要在某一个时刻出现在区块链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币有时候不在区块链上，这个币就不是加密货币了。洗地啊，如果没电的时候，你肯定在加密货币上看不见，是吧？那么这些是内部数据库的记录，对吗？他就问，就是这个洗币啊，是的。那这些内部数据库不在区块链上，对吗？据我所知，这些不在区块链上。就是问到洗币了啊，前面是逻辑，后面是结论。你没有见过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内部数据库，对吗？没有。所以你不知道喜马拉雅交易所的私人账本是否符合你对一个加密货币的理解，对吗？因为这个逻辑是你没有看过它内部账本，然后呢，你刚才说它不是所有的时刻都在区块链上不在的时候，就不能说它是加密货币。那我现在跟你讲了，你现在看到这个都是内部账本信息，那么你又没有看过内部账本，那就说明你没有办法判断洗币是不是加密货币。但是你又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到法庭上证明洗币就是加密货币了，那不就证明你这个专家是扯淡的吗？这是检方的逻辑。对不起，我不是这么理解的，他这么说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判断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内部账本是不是符合你对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理解，对吗？这检方真的是厉害啊！我还没有看过，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正如我刚才说的，我还没有看过，装傻。他开始装傻了，是吧？说到洗美元，斯科拉女士，根据交易所的文件，这是一个稳定币，对吗？是的。稳定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可以兑换，对吗？这取决于合同条款。这专家证人就警惕了啊，他知道检方又给他挖坑了。那么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哪个稳定币是不能兑换成与之关联的货币的？有的，哪一个？他说泰达币。泰达币就是说低于10万美元的时候是不允许这个兑换的啊。他就开始没掉到坑里嘛。紧接着检方就开始问了，其实一个真正完全储备的稳定币，它始终可以按照1:1比的兑换，对吗？目前是这样，但即使最好的稳定币，有时汇率也会跌倒98%。但就目的的话，你说的对，这其实还是没有掉到检方的坑里，因为检方是想通过辩方的专家证人来论证
无论是洗币还是洗美元，通通都不是加密货币。其实洗美元并不是始终都能兑换成美元，对吗？我不清楚这个你说的是不是事实。斯特洛夫女士，能不能让大家再看一下2022年1月洗美元的白皮书？这是一份证据文件。我们跳到第10页，放大第4段。这段话说，会员可以向喜马拉雅交易所请求洗美元的积分转账，以换取等值的美元支付到会员的银行账户。我就读到这儿。这部分描述的是洗美元的兑换，对吗？对的，是的。但是能不能兑换是由喜马拉雅交易所自行决定的。喜马拉雅交易所并没有义务满足兑换请求，对吗？文件里是这么说的。那这意味着洗美元不是持有人想什么时候兑换成现金就能兑换成现金，对吗？这时候辩方律师就反对了，说反对，他没有这么说。法官就说你可以回答。这个专家证人就回答说，白皮说可以酌情处理。那这不是一个正面回答啊。紧接着检方就说了，喜马拉雅交易所可以决定不兑换成美元，对吗？既然你说酌情处理，对吧？这话是这个意思。这个专家证人他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了。那么喜交所可以出于任何理由拒绝兑换，对吗？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什么样的理由兑换。就算没有理由也能拒绝兑换，对吗？酌情处理吗？我没有在那儿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什么理由拒绝兑换。我只知道可以酌情处理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这意味着交易所可以决定不兑换洗美元，以什么理由都行，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理由都行，他们有可能有自己的理由。我不是在问你他们是不是有理由，我说的是你读过被进行作证的这份文件，他说喜马拉雅交易所可以根据任何理由决定是否将洗美元兑换成美元，是不是？真的是穷追猛打呀！因为如果你要是洗美元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兑换成美元，那你就不能称之为稳定币。那么你说是稳定币，那不就是骗人吗？最后那个专家说，他说的是可以酌情处理，是不是说用任何理由都能拒绝兑换？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有一定的内部流程吧，不是任何理由都行吧？我没问你内部流程，你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内部流程，对吗？我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专家证人已经一溃千里了。你审查过那里的董事会记录吗？没有，我没有。斯科拉女士，你是一名监管律师。这个文件中对拒绝兑换洗美元的酌情权有什么限制吗？我不清楚。斯特洛夫女士，你可以根据下面到123页的顶部，请放大从第2开始那段话。斯特拉女士，我先读一段，然后请你也读一点。再次提醒，这是郭文贵的声明。第2，请记住七哥的话，真正的洗币前3个月你不用在意，别管它涨到100万还是跌到1美分，真正的洗币持有者是2年以后洗币肯定赚钱。你能接着读后面的3句话吗？于是这个专家证人就接着读后面的3句话了啊。如果有人亏钱，我可以说我会100%的给你补偿，我给你100%，无论谁亏钱我都承担。你要我继续吗？不用了，可以了。你也是加密货币的交易专家，对吧？是的。你知不知道哪一种加密货币其持有者由某一个个人保证不会亏损？没有。但是我可能会想投资哪种加密货币。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那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而是大多数人做不到啊！这就开始乱洗地了，是吧？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些加密货币无论怎么投资都不会亏钱，有人也可以承诺，但是人家不承诺，唯独人国会承诺了。你想想，这个加密货币专家，也就是辩方请来的加密货币专家，在检方的强大攻势之下，基本上已经体无完肤了。最后，检方还给他加了一刀。斯科拉女士，你今天作证的总报酬是多少？大约是7万美元。好家伙，做一个证7万美金，你想想，凭什么？就是来洗地的。检方在前面通过对他所有的逻辑的全面攻击，还没算完，最后要告诉陪审团，看到了吗？你为什么这么洗地？
你为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漏洞百出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你还要替郭文贵说话，你还要替喜国的大总统说话？说白了，你就是为了钱，你拿了人家7万美元，你就要在这个地方干脏活。这是检方整个提问的逻辑。所以检辩双方在法庭上围绕证人的提问呢，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逻辑啊，来最终构建出来一个陪审团面前可以呈现的这样一个图景。要我说，这些检方确实是水平挺高的。就对方明明是一个证人出庭，结果呢，到了法庭上之后基本上都被他给攻败了，变成了控方这方面的有力的证据。这里头我还要补充一下，这个喜马拉雅当时交易所说白了就是一个骗局。因为当时呢，他们当时是卖的时候说是一个人呢是0.1美元卖，卖完之后呢，他们当时开幕的时候当天呢就是0.1美元呢就涨到了1美元，然后半个月之后呢就涨到了20美元呢。那你想想，足足涨了这个好像是200倍啊！那对于很多这新中国联邦投资这个洗美元或者是说洗币的人，那是欣喜若狂啊。但是那个当时的 CEO 不就讲了吗？他其实都是假的。他说这些交易本身呢，其实都是电脑自动搞机器人撮合交易的，跟这些那普通的这投资者没什么关系。当你要想去兑换这些美元的时候，他说没有了，他不给你兑。然后当时他们又提出来锁币3年，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一个骗局。就整个这些证人出庭大概持续了就是35天。35天结束之后那么就是检方和辩方双方来做陈述，最终的陈述。那么最终检方在陈述的时候放的还是那段这郭文贵骂王艳平那段录音。他当时就跟这个陪审团的人说：“大家听好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郭文贵，看到了吗？就所有郭文贵他这骗局虽然骗的金额非常数大要10亿美元但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撒谎来欺骗自己的投资者，然后把钱聚集到这里，通过欺骗的方式聚集在这里之后呢，再把钱洗出去，洗到外面去，洗到外面去之后呢，再千方百计搞到自己的名下来进行个人挥霍。他说这就是全部的含义。最终呢，检察官也就讲了他说我知道很多人在讲这郭文贵是一个反共义士，是吧？共产党可能迫害他，但他想说的是反共不是避难所呀，一个人不能因为反共就做那种伤天害理、欺骗他人的事情。所以他就说郭文贵这件事情是证据错凿，希望整个这样的陪审团呢，根据这样的内容呢，来做出最终的裁决。那辩方最后的陈词呢，基本上还是过去那一套就讲郭文贵受中共的迫害，然后他的这个富豪的生活，整个这个过程中间，郭文贵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知情等等就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当时这双方做完陈述之后呢，陪审团就要进入到内部的闭门会议。这内部的闭门会议过程中间，足足搞了4天。为什么延长这么长时间呢？这里有一个插曲这是其中有一个陪审团的成员呢，他呢一不小心用手机谷歌了一下呢逃亡的于建民。他谷歌完之后呢，他还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了另外的一个陪审员。那陪审员就被人给检举了，告了法官了。那法官当时就临时裁决就把这个人给开除了。于是又补了一个陪审团的成员进来。他进来之后呢，由于他没有庭审呢，那把所有的文件还要跟他讲一遍，于是呢就耽误了时间。最终是在7月16号这一天才做出了陪审团的最终裁决。这个裁决中间跟那个郭 TV 部分呢基本上没有成立，除了郭 TV 以外，其他所有的部分几乎全都成立了。12项起诉的罪名中间，一共是9项成立东哥招莹姐了，耶，特别好。郭文贵，你完了。作出判决，第一项判决有罪，第二项判决有罪，第3项判决有罪，有罪，有罪，有罪。黑，那黑在哪里？你可以说一下。哪里有？我上一集里头讲到，最终陪审团认定郭文贵的罪名主要是洗钱和欺诈，但其实我漏说了一项罪名这其实陪审团当时给郭文贵这个案子定的一个罪名，最重要的第一项是集团敲诈勒索。这个罪名其实比欺诈和洗钱还要重。这个罪名类似于郭文贵这个集团呢，就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因为敲诈勒索嘛，你想想嘛，那你就制造一个骗局，这骗局过程中你还对别人有勒索的行为，别人要不给你，你还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嘛。所以这一项罪名本身实际上是比那个后面2项还是更重的啊，这是我要加一句啊。那么今天啊，我们讲完他的庭审的时候呢，我们也讲一讲我最后的看法啊。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啊，像郭文贵这样的骗局啊，为什么能够骗到那么多人？为什么能够骗到那么多钱？说句心里话，我当时看到郭文贵啊骗了10亿美元，我心里都有点不平衡啊。那你想想，这么一个低级的骗子，竟然能骗到10亿美金，我想郭文贵在国内赚钱都没有赚那么多钱，但是到了美国呢，光割韭菜就骗了10亿美元，他凭什么？而且呢，就以第三方的视角来看，郭文贵的骗术实际上是极其怎么说呢，破绽百出的。那么呢，我做完这2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觉得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方面就是郭文贵啊这个人呢，确确实实是给所有的新中国联邦的信徒啊营造了一个信息屏障。这个信息屏障啊，就让你觉得好像他每天讲的这个事实啊，就是整个世界的全部。而这些海外华人呢，除了郭文贵以外呢，他们不再看其他的信息，那这个里头呢，就受到了一个信息茧房的屏蔽。第二点，更重要的是啊，就是这些郭文贵的这些信徒啊，都有一点，就是用立场代替现实。他们多数呢，也都仇恨共产党。仇恨共产党的过程中间呢，就会把凡是仇恨共产党的这批人呢，都当作是他们生活中间的希望和前途。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眼前的事实已经不在意了，就即便有一个人去欺骗他，他也愿意相信。所以我经常说，我们一个人呢，摒弃立场去看待事实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在立场面前啊，把这个我们的价值观剥离掉，那么我们每个人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人实际上是贪婪呐。你想想，为什么郭文贵进去了以后，他们还在相信郭文贵要出来？因为他们的钱套在了喜马拉雅农场啊，他们看到那个喜币涨了200倍，涨了400倍，他们还在做梦啊。因为投资1万美元，现在变成了400万美元。如果这个梦想如果要是可以实现的话，那不一夜之间就暴富了吗？但是世界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是吧？一个人一旦贪婪的话，你贪婪于那个暴利后面的那个所谓的收益，别人贪婪的就是你手中的这个本金呐。这就是小泽啊，他的网名啊，他投资了25万美元啊，在那个郭文贵他们那里。哎呦，太惨了，生活太惨了！看看这惨兮兮，弄个破鞋。这位先生，你看你穿的这么体面，你好好说话好不好？你说阿泽说的不对。我们是灭共的，明白吗？我们是灭共产党的，你是拿共产党狗粮的。你觉得今天这个法院的判决，你认为是怎么样？拿了多少毛？是不是5毛？你跟着共产党走进火葬场。这个跟共产党没关系啊，这个是南区联邦法院你拿了5毛，好好做人，你自己好好做人就行了。你对今天这个法院的判决说一下你自己好好做人就行了，客观说一下，客观说一下。哎呀，你这来就上纲上线。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啊，郭文贵案件呢，陪审团把他定罪之后，但是陪审团本身并没有权利对他进行量刑，这量刑的权利啊属于法官。法官已经宣布了，将在今年的11月19号啊对郭文贵最终进行量刑。而郭文贵呢本身也可以上诉啊，但应该说上诉要被改判的结果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美国的上诉跟中国的差不多，它不会对待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层面进行重新审理了，它只是审理在法律适用层面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所以等待郭文贵的恐怕是在美国监狱里头漫长的刑期。我在这里头大胆预测一下，我估计啊，郭文贵最终啊可能被判的刑期大概需要50年左右。那么呢，就算他能假释，可能也得几十年之后了。所以郭大总统啊，大概率会在美国的这个监狱里头啊，终老了。当然了，我在这里头啊，也祝愿郭文贵啊早日改造啊，重新做人呐。出来之后呢，赶紧呢被遣返回中国，因为中共还在等着他呢。中共还要审判他在中国的那些诈骗事实呢。所以郭文贵如果能够是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监狱里头都做了刑，都服了刑，那他也算是奇人一个啊。当然最后呢，现在随着郭大总统的进监狱啊、定罪啊，整个喜国的革命形势应该说也是风雨飘摇啊。你看那个喜马拉雅的交易所已经正式停了，
据说喜国的3号人物，常年跟随郭文贵的这人呢也跑了。而且呢，郭文贵案呢，除了有刑事审判以外呢，还有一些民事审判。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其他的财产追索，还有财产清算，还有罪赔损失嘛。所以啊，虽然郭文贵倒台了，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更多的是怎么能够完善自己，让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个纷繁世界过程中间少上当。我的经验是当有人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情绪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他到底是想图你什么呢？就好比说，如果你讨厌中国共产党，那么有一个人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反共的那样的一个旗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更多的时候想的不是应该说跟他一起干，而是想清楚他是不是要诈骗你呀。郭文贵、法轮功等等这些海外的这些骗局组织、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够成功，在我看来原因都在于此。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最重要的就是擦亮眼睛，那么这些骗子才会无所遁形，才会没有市场。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还有哪一家像喜币一样没做过恶，完全是胡来的？再一个，他动用客户的钱，这帮孙子都是骗子。所以这帮孙子有多烂呢？有多烂呢他一定会被消失的。那小兔崽子叫他一辈子待在监狱待着。100亿的美金就从你手里抢走了。现在司法部在搞我们的案子，完全是违法的。新中国联邦是世界全地球唯一一个有财富、有成功、最伟大的群体，我们会拯救世界。破产庭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对七哥是如何不公正的？我本人的资产没有。是0这个还是负资产，在他名下没有任何资产。我有最高级的游艇，什么都没有，对吧？我有几百台跑车，我在纽约有这样的房子。I buy the apartment totally pay 82 million。我们要靠挣钱让自己富有，而不是靠骗钱让自己富有。我在那里投资25万美元，现在来找人了，都说不认识，都跟他们没关系。能不能把联系方式给我？小律师，说话清楚。我老婆女儿都在那里生病，你们就这样我投资这么多钱，你们连一份救济的钱都不给我，我走先到美国来找你们。可能改变中国的中国人会在乎这2个人，一个习近平，另一个是谁？在华人里边全世界都算数你七哥呀，你还用说呀？法庭将成为我郭文贵要展示我个人的一个最佳的舞台。